NASA 的预测错了，这次太阳比我们想象的更危险。第25个太阳周期爆发异常，从黑子、风暴到全球极光，我们或许正站在下一场太空风暴的开端。这次没人预料得到， NASA 这次真的没料到，本来预测的安安稳稳的第25个太阳周期，结果竟然一反常态，活动程度远超预期，给所有理论模型来了一个措手不及。起初，天文学家普遍认为这个周期太阳会比较温顺，像是进入休养生息的阶段，但现实狠狠打脸。太阳不但没安静下来，反而愈发活跃，接连释放强烈风暴，甚至带来了许多目前科学还没法解释的新谜团。接下来的视频里，我们将一起深入探讨，为什么这个突然的太阳爆发会让经验丰富的 NASA 科学家措手不及，而这种变化又会怎样影响我们的通信系统、太空任务，甚至日常生活。2019年12月，太阳周期第25轮悄然开启，但很快这份平静就被打破了。没过多久，科学家们就开始注意到一些出人意料的活动迹象，仿佛太阳按下了加速键。根据当时的多种模型分析，科学家预测这会是一个低调的周期，甚至可能比上一个周期更弱，是太阳逐渐进入长期休眠的信号。这种预测并不是空穴来风，而是根据几十年来太阳活动整体减弱的趋势推出来的，数据看起来也都很合理。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，太阳风的强度在稳步走低，黑子数量也在减少，看起来像是太阳正在逐渐冷静下来，进入一种低活跃的阶段。因此，有不少科学家认为，我们可能正在步入类似蒙德极小期那样的长时间安静期，也就是太阳会长期保持较低的活动水平，少有大风暴或耀斑。结果却出乎所有人意料，太阳不但没有继续低调，反而像打了鸡血一样，活动开始节节攀升。到了2023年，黑子的数量几乎翻倍增长，远远超过预测曲线，就连最乐观的估计都追不上它的实际表现。到了2024年，事情变得更加严重，太阳连续爆发几次强烈风暴，干扰了 GPS 无线电通信，甚至让一些低纬度地区都能看到绚丽的极光。这可不是寻常现象。很明显，太阳完全没按照剧本来走，它的表现就像一个突然爆发的演员，完全脱离了科学家的预测轨道。为了弄清楚到底哪里出了问题， NASA 的研究人员回过头去详细分析了自2008年以来的数据，尤其是太阳风的各种关键指标。结果发现，不仅仅是太阳黑子多了，几乎所有关键参数都在上涨。太阳风的速度更快，密度更高，温度和压力也在攀升，就连磁场强度也比以往更强。所以，这并不是什么短期内黑子数量反常，而是一个全面性的、系统层面的增强趋势。换句话说，太阳像是整体发力了，不只是表面的黑子，连深层的活动机制也都在加强。原本几十年累积的缓慢下滑趋势，如今被彻底扭转，仿佛太阳突然反悔，要重新加码发威。这次预测失准，并不是因为数据质量有问题，而是因为太阳的表现超出了所有模型的理解范围，它用一种我们还不完全掌握的方式发生了改变。这点非常关键，因为预测太阳的行为本来就是一项高难度项目，甚至可以说是天文界最难啃的硬骨头之一。虽然我们已经累积了上百年的黑子观测记录，加上近几十年各种先进卫星的数据支援，太阳却仍然屡屡出体超纲，让科学家们大跌眼镜。问题在于，太阳的磁场机制极其复杂，从表面黑子的爆发到内部等离子体的流动，再到数十年为单位的大周期循环，这些现象之间的关联仍然像谜团一样，尚未被完全厘清。一开始，科学家只是以为模型有些误差，没想到这背后隐藏的其实可能是一个更深层次的物理问题。
超出了我们现有理论的掌握范围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一个原本被判断为低谷期的太阳周期，为何突然变得比以往更强劲？这背后是否隐藏着更大的规律？更重要的是，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，会不会意味着太阳进入了一个新的长期阶段，甚至可能影响我们未来几十年的太空计划与地球气候？总的来说，这一轮太阳出乎意料的活跃，正在迫使科学界重新审视对太阳周期的理解，也在推动理论模型的更新。问题的核心集中在一个称为太阳发电机的物理机制上，也就是太阳内部不断生成和重构磁场的那一套复杂过程。按照传统模型的推算，如果太阳风减弱，黑子减少，那就意味着我们即将迎来一个较长时间的平静期，活动水平会维持在低点。然而现实却开了个玩笑，自2008年起，各项指标不降反升，完全违背了模型给出的冷静期预期。有研究者开始提出，或许我们低估了海尔周期的影响，这是一种大约22年的磁场节律，它可能是这次反常现象的幕后推手。毕竟我们所熟知的11年太阳周期很可能只是海尔周期的一半，换句话说，我们可能只看到了全图的一部分。进一步复杂的是，历史记录本身也充满了不确定性。太阳的性格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善变，比如17世纪的蒙德极小期和18世纪末的道尔顿极小期，都让全球气候发生剧烈变化，表明太阳活动低迷期可能带来长期连锁反应。虽然这些历史事件至今仍有诸多未解之谜，但它们共同证明了一个事实：太阳完全可以在数十年内脱离我们认为的正常轨道。如今这个活跃周期的突然爆发，也许就是另一种极端转变的开端，只是这次不是平静，而是可能的高峰。这可不只是科学家们关起门来搞研究的问题，而是会对现实世界产生实际影响。因为要规划太空任务、发射卫星、建设地面通信系统，都需要对太阳活动有可靠的预判，否则可能就会踩雷。如果我们低估了太阳活动强度，就有可能在真正的大风暴来临时毫无准备。这不仅会影响日常通信，还可能威胁关键基础设施。不过，太阳的经济表现也不是全然坏事，它同时为科学研究带来了难得的机会。像帕克太阳探测器和太阳轨道器这些任务，恰好在这个活跃期进入了极佳观测位置，采集到了大量前所未有的数据。这些探测器配备了高精度仪器，专门用于捕捉太阳磁场和太阳风的微小变化，就像医生用超声波给太阳做全身体检。利用这次突如其来的活跃期，科学家们也许可以填补模型中的空白，进一步理解到底是什么驱动了太阳发电机的变化。太阳这次的反操作暴露了现有模型的不足，但也正好为科学家提供了一次现实世界中的压力测试。所以说，眼下对太阳物理学来说，是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关键时刻，是验证理论，也可能重塑知识框架的机会。太阳的发脾气不仅是天文现象，它对我们日常生活会产生真切而直接的影响，尤其是随着太阳辐射的增强，风险也随之上升。首当其冲的就是由太阳耀斑和日冕物质抛射引发的地磁风暴。这些风暴能瞬间扰乱整个地球磁场，这些高速带电粒子一旦撞上地球磁场，就像一阵强烈的电磁风暴雨，会对 GPS 导航系统、航空通信，甚至在轨运行的卫星造成干扰或损伤。最近几次大型风暴让我们看到，这些影响可以在几分钟内迅速波及全球，速度快到让地面设备几乎没有反应时间。除了天上的卫星，地面的电网同样是高风险区，尤其是那些长距离高压输电系统特别脆弱。就像1989年那次著名的太阳风暴，仅90秒内就让加拿大魁北克省整个电网瘫痪，600万人陷入黑暗。
凸显出我们的基础设施在强太阳活动面前是多么不堪一击。而如今，随着电力系统越来越数字化、高度互联，任何一次强烈的太阳风暴都有可能造成更广泛、更复杂的连锁反应和损失。对于在轨运行的宇航员，以及未来的月球或火星载人任务来说，这种太阳活动激增无疑带来了更大的风险和挑战。强烈的太阳风暴会释放大量高能粒子，提升宇航员所承受的辐射剂量，特别是在没有地球磁场保护的月球和火星上，这可能直接危及生命安全。因此，如今在设计深空任务时，科学家必须纳入更厚实的辐射防护、更灵敏的预警系统，并安排与太阳活动节律错峰出行的窗口期。不过，我们也要看到积极的一面。太阳变活跃虽然带来风险，也带来了不少研究和观测上的机会。对天文学家来说，这种级别的活动就像打开了一个观测宝藏库，能亲眼看到许多罕见现象，是梦寐以求的科研机会。利用这些突如其来的强活动，科学家能收集丰富的数据，研究太阳风暴、耀斑结构和磁场波动等现象，帮助我们理解太阳的情绪变化机制。从长远来看，这些研究成果或许可以让我们建立更精准的太阳活动预警系统，像预测天气一样预测太空天气。除了科学意义，这种太阳活动增强也带来了令人赞叹的视觉奇观——极光。当太阳风暴撞击地球磁层，就会在高纬地区上演绚烂的极光秀，而这波极端活动甚至让一些低纬度地区也能一睹北极光、南极光的震撼美景。虽然和电网风险、通信中断这些问题比起来，极光只是附带福利，但它也提醒我们，太阳既是潜在威胁，也是宇宙中最震撼的自然奇观之一。回到根本问题，现在太阳的活动明显增强了，但接下来它是会继续往上飙，还是会稳定，甚至再次回落？这个答案目前仍未知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尽管当前活动激增，但太阳风整体强度还是比20世纪初的几个超级活跃周期要稍弱一点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还没到历史最狂躁的时候。所以从数据上看，现在的太阳活动还不算史无前例，但已经足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。尽管还没到最极端的地步，但模型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偏差已经足以让科学界拉响警报。我们知道的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多。这次事件带给我们最清晰的教训就是，在面对太阳这样庞大又复杂的天体时，任何理所当然的预判都可能被现实打破。太阳的变化既快速又难以预料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不断监测，及时应对，做好迎接下一次宇宙级惊喜的准备。本来大家以为这次太阳会安安静静地度过一个周期，没想到它像沉睡的巨兽苏醒了一样，一觉醒来就是大爆发。正因为太阳的未来动向仍然充满不确定性，所以科学家才必须持续密切监测，掌握每一次风暴、每一个黑子的动态。如果你也对太阳、地球和太空的奥秘充满好奇，欢迎订阅频道，获取最新的科学解析与未来趋势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